记得我小时候就开始做这样的梦小小的年纪，我就会想，人生，为何而来？在人生的未来，我期待的是怎么样的生活生态？我都曾经呢，为自己画个蓝图。这个蓝图简单一句话：我爱人人，希望人人爱我。这是在小时候，我曾经呢发过这样的愿。我到了这个时候，我想，我应该也是得到了。郑岩上人于1937年的春天出生在台湾中部的小镇清水，俗家姓王，父母亲秉性纯良慈孝，养育子女11人，上人排行第4。4岁的时候，较为富有的叔婶由于膝下无子，商量过继，上人作为养女。我是阿伯的亲生囝，予阿姐的。但是古早呢，囝人予人就袂用个古早会认厝的人。阮嘛是伫这种的环境大汉的，这是伫迄段这青少年的时代，我嘛是感觉有重重的心事尤其是古早人真正的保守，真正守规矩呢。所以一直到出家了后，总是一番呢，迄种父母因无报的心态，到家己修行的时，伫迄个小木屋，迄当阵，感觉是这是我家己的时间，也是我家己的空间感觉是我的心灵呢，已经是解脱的时刻我应该呢，把握时间报父母恩。要安怎报呢？因为呢，迄个时阵
真散嘛，连食饭啊都难哦。有时阵呢，伫花莲要转来的时，迄个时阵就是连靠半坐车的钱都无啊。伫花莲行路转来呢，所以迄当阵呢，遐尼正刻苦的生活，我哪有法度通强分呢？无法度强分，唯有呢，爸母互我这个身躯，我用爸母互我的身躯来强分。所以呢，每个月的24啦，天还未光的以前，这一天就是我燃香的时阵，这是每个月一次啊。每月24，天未光就是黎明前，我是用心强分，这燃香。所以6个月的时间啊，伫这个小木屋里，所以24就是我报爸母因的日啦，应该嘛爱叫做母难日啦。所以真侪人唔知影为什么咱会用3月24，其实这是我的母难日，也就是我要回报爸母因的日子。所以在每年就是用这一天呢，做咱自节9年。上人诞生的年代是台湾受到日本殖民的日据时代。俗家原本是个富有的家族，但在祖父母那一代家道中落，因此上人童年时期的生活较为清苦。一家3代10几口人一同住在一个4合院里。上人在清水小镇上成长，也在当地就读小学。回顾童年时期俗家生活的点点滴滴，上人仍然记忆犹新。在我小时候啊，我的家乡4合院的前面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相思树。那一种的相思树啊，是人伫厝内行的烧火团那种的相思树。那小时候呢，小孩子的玩伴都是在那个相思树的树下，而且呢，那个时候的女人呢，这当阵是空袭的时阵嘛，物资都很缺，要去捡柴啊，去抻茶。那个时候我们还小，那看到了大人们把柴火捡回来的，都在底下剁茶，而且呢，底下阴超阴，那就是呢，不是像现在的人都瓦斯炉这样开了就可以3餐啊。伫迄间厅的内底那到暗时来的时一家人聚在一堂。那较济岁的妈妈们他们都会聚在一堂抓迄个大咖梨啊，因为清水甲大咖一斤的嘛，家家户户拢会晓抓大咖梨啊。好像一间的厅都足闹热的会当容纳很多人嘞。那会讲，伫几年前我转去的时，就感觉到讲哪会遮会？迄当阵细汉的时哪会感觉讲这个所在真大，那么可能迄个时阵呢，所面对的呢是一个小家族，迄个空间就感觉讲已经袂衰啦。尤其是迄当阵呢，的心很单纯，
要求无罪，所以呢，看起来真正的单纯，虽然是很拥挤，可是呢，心无欲天地宽啊，感觉到讲吼，那安尼空间拢是真大。较早，咱伫咧对父母的时，那亲像阮安尼老一辈的人，阮会感觉到讲，较早天下的无不是的父母呢，父母讲的话拢拿圣旨咧伊会当骂人，咱袂当通应人啊。所以，这就是古早呢，这种亲子关系迄当阵的人呢，拢较草根，感情拢稳重伫内心的，表达出来是心都真疼、真关心，但是呢，伊喙都敢若要真硬咧这就是较早的爸爸就是安尼的类型嘛。阮细汉的时，阮的老爸嘛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很崇高很威严那迄当阵阮的爸母真的也都是这样子啊。你爱对爸母就是必依必顺啊，敢若安尼弄破一支牛铃管啊！我细汉的时迄阵嘛无算细汉啊。小弟伫咧食牛铃牛铃管洗了摕着落手去安尼破去。捡着即个管皮安尼就爱去跪喺面头前讲我无注意讲破物件，你知影无？这记一个遮尔正简单的例这必依必顺，恭恭敬敬，阮是安尼过来的呢。我还记得啦，迄当阵。差不多安尼，较下晡遐就差不多拢妈妈因拢会去抾茶或者是哥哥因会去抾茶安尼就拖就拖转来啦，就伫咧大相思床的下面妈妈就在倒茶树仔尾就因嘛一寡囡仔嘛是共款拢安尼绕在一起伫安尼斗因、斗抾茶、斗倒茶，这是阮真细汉的时阵迄当阵的迄个家庭的生活是安尼啦。古早的呢，囡仔若是无代志的时阵所伫咧耍的物件拢嘛是安尼土产这查某囡仔就用迄个布喙剪细细角角甜甜的来入沙，在等甲嘛是足欢喜的咧。或者是涂较简单画一个箍一个箍一个箍两个箍安尼画去就爱一块迄个破皮叶片弹一个就跳甲嘛是欢喜甲。那暗时呢，有当时阵做迄个酒摊嘛是看到迄款的物件，大人伫遐为咧做，囡仔嘛是伫遐所在蹛斗踢迄个酒摊感觉到讲无人会叫讲去读书啦，无只干那讲你到底册有咧读无？无看你明仔载去要对老师安怎讲？安尼就家己就知影讲，即马爱赶紧来去念的，明仔载才会当背日治时代读书嘛是爱背那就是遮尔正自然，没有什么。好像呢，父母啦，甲老师当作王牌。你唔听话，我甲老师讲。过去的老师呢，是真正以身作则。我会记得迄当阵阮的老师我这当阵也会当我叫出伊的名，塔玛高哈鲁耶他是一个是玉川春基。那么他呢是一个安尼很端庄。因人伊安尼穿迄白上衣，穿迄个乌色的裙，安尼非常的端庄。那伊一点都不邋遢，所以看起来每一位老师呢，都是安尼。老师真的形象非常好。当年老师的良好形象清晰如在目前。也培养了上人在日后
对于人们服装礼仪的重视，特别是所有慈济人的气质表现，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端庄的仪表，人格成，佛格即成。1944年，盟军开始轰炸台湾，上人因而经历了躲空袭的日子，不过却也从此与佛教首次结下深刻的缘分。在这个20世纪的初，有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第一次我拄无着，第二次我拄有着，实在是真可怕。这当阵我还阁是记忆犹新，迄个时阵，不管是蔬菜啦、物资配给啦等等，尤其是我上会记得呢，迄个印象上深的，有一天读书转来的时，当阵也细汉嘛，7、8岁的时阵，转来伫厝呢，伫咧丢鼎林的所在，一群囡仔，看到讲10几只的飞机安尼对面顶过吼，大家人欢喜甲感觉讲吼，看飞机啊，摆甲足整齐，安尼过去啊，安尼讲过去呢，车仔呢，都听到迄个哨声甲炸弹的声音。从安尼开始，再也无有宁静一日子啊！读书要转来的路中，迄种警报、水雷的声音，搁再紧急的降东炉的声音，只要看到风光河就走入去啊！车就听到外面安尼排山倒海吼。迄种炸弹、暴风啊，等等的，足可怕。你就是秘伫风光河的内底啊，安尼震动吼，风光河的土嘛，安尼直直落落来。甚至有的人一个着急的，拢唔知影讲伊手提什么物件，有的野菜刀，有的野煎时，因为是中昼时。我记得非常清楚的那一次，很多人都在叫观音妈妈祖婆，爱有灵性甲炸弹呢，配对害灵去，这都是紧急的时候啊，都会抱佛脚。等到了空袭过了后，这水雷再弹啊。一声长长的警报，意思就是说，好，飞机过去了，大家可以出来了。这个警报该抵然后我们就出来了。到底刚刚呢，惊天动地的、天摇地动的那种的，炸弹到底是弹伫多位？不远。在这个凤公河的旁边不远的地方，真的面目全非啦！抬头一看呐，电火线、电火条啊，中间的电火线，有手啊，有脚，有长啊刀。因为呢，人啊。这样被炸了以后呢，那炸弹的暴风啊，就这样把它捐到电火线去啦。看的实在是血淋淋的好可怕！这种的回忆啊，童真的时代里，到现在啊，还是刻骨铭心。常常都会想，这种的人祸可怕，战争可怕，而且那个时候
更清楚为什么我会走入了佛教，应该跟这一幕有关。因为呢，大家平安出来了，看到了这样的形象呢，大家都会很感慨，就说：“哎呦，观音妈妈祖婆那遐无灵性，哪会不爱把这个炸弹安尼给它塞对迄个海里去？”其中有一位老阿公、老公公了，真的很老了，他留了胡子，白的，他穿的呢是黑色的。我们以前说的是台湾衫，台湾衫就是留在头前的那种古早人啊。那这位老公公呢，很有智慧，听到很多人在埋怨，他就说：“恁唔好埋怨观世音菩萨无灵性，观音妈呢已经哭了，哭到她的眼泪已经干了，现在就哭出血来了。因为呢，咱的众生唔听教啦，咱呢家己作业啦，所以观音妈无奈哦，伊哭到现在呢，对目睭内底哭出血来了。”这个话，我到现在，他的声音、他的态度、他的表情啊，历历在目。虽然经过了已经呢，60多年啦，空袭到现在60多年啦，那一种的形态，我现在听了还是呢，在我的面头前。所以这种的回忆刻骨铭心，就是有这样的印象。观音妈真慈悲，甲咱教，咱拢无要听，所以伊已经哭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应该要做个好人，我应该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我要很乖，所以我真的很乖啊。在这样的成长中，在丰原，本来我们是在清水嘛，恭候了我们就来到丰原了。在丰原的那镇上啊，只要是我爸爸的老朋友，看到我都会说：“哦，浩路啊，浩路来咯。”真的，我很乖，我也很孝顺，因为呢，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所以一路的，我这一生中没有什么呢，romance 啊都没有哈，因为呢，我很乖，真的很乖啊。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2颗原子弹，促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第2次世界大战，台湾归还中华民国。光复了以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呢，都是很穷。在那个时代里，我们还记忆犹新啊。常常动不动呢，都买米嘛爱买乌市的啊，实在是盐嘛、油啊等等的，虽然不是用配给的啦，但是呢，也会常常去买到乌市的。
就是有钱的人，他就把物资呢，安尼拢总收购起来，拢总给收买起来，给囤积起来。你需要的，你就来买乌市的，不是公定价。1946年，上人的养父买下友人父亲经营的戏院，一家人从清水搬到旧称葫芦墩的丰原。1947年，台湾爆发228事件，上人对此印象深刻。所以人祸可怕，这个人祸呢，拢是出自人的心。这个人的心啊，安尼真愤，有爱发脾气，迄个嗔恨心啊，小可呢较不满者，小可呢安尼震动起来，有时阵成火燎原啊！较侪回的人毋知会记哩228事件无？228事件呢，敢若一个未婚的查某人。安尼发生一个未婚的查某人甲一个警察，安尼尔呢，安尼发生起来冲突起来到底变成了呢，整个台湾228受伤害的人有偌尼真多呢？这个228的事件，迄当阵啊，我嘛是还阁细汉啦，迄会当讲安尼看到街仔路安尼拖着人就拍呢。会老会掉，遐尼小小的代志，安尼一动起来到底呢？你看损伤偌侪人啊！所以咱即摆还阁伫咧纪念228，实在是过去的代志。应该呢，咱都爱大家人爱认清楚，人人应该做的是啥物，毋是一直记仇记恨啦。要互大家人会当心中消除迄个仇甲恨呢，那就是爱，互因听好话，鼓励因出来做好事，来关心人人，互爱互助。此后数年间，养父经营戏院的生意越做越好。生活变得富裕起来，极盛时期发展到同时经营7家戏院，除了丰原之外，还扩展到台中市、清水和潭子。光复了以后呢，我们台湾经济开始发达，那就从脚踏车开始。我10几岁、20岁迄个时阵，那就开始呢骑脚踏车，而且呢是富士牌的哦。那个时候是日本进口的呢那个时候的富士牌的脚踏车，不就是现在的面子的车吗？光复了以后呢，这种生活啊，很快就不断的在改变，生活好像很富裕的，变得很快。因为刚光复了以后，就这个戏剧啊，大家已经轻松下来啊，看电影啊，这个看戏啊，有一种很繁荣的那一种传统的文化在那个时候呢，就很旺盛，对，在刚光复了以后，很旺盛啊。那我的养父他就是从事这种的事业嘛，开戏院嘛，就看看几年前是这样子，那么现在这样的人生这种生活的改变很快，比现在快吗？快呀，那种。你想那种的天天在跑，这空袭，疏开那一种的要生活呢，都是常常看到的，就是说，
有的是拿一只鸡呀、去换几升米呀、那个时候你根本有钱也没有用啊。那吃饭都是拌那个盐，在那个时候，光复了以后，传统的文化叫头人间很深，那很快的这种的生活都改变了。1952年，养母胃出血，孝顺的上人从此发愿折寿与茹素，祈求母亲快快痊愈。因为呢，母亲的一场病啊，让我来发愿呐，就是呢，发愿受洗啊，发愿呢，真的要，反正那个时候很天真啦，还要吃会修啦，等等啦，只要呢，母亲的病能不经过开刀，那个时候就是胃出血嘛，迄个时阵的开刀，50年前的开刀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发愿呐，突然间呐，3天连续总是梦啦这样的境界，在那个小门的旁边呐，一个竹仔床，古早人的竹仔床2支脚的竹仔靠着面顶那一片的竹床靠着那就是母亲就是躺在那里我底下咧行药然后突然之间好像一种声音，很微妙的声音，说他有，其实是没有，那一种的无法形容的微妙之音那就是从远远的挖进来。那抬头一看在另外这一边的小门，就是有一个魂这个白云那慢慢的接进来，那我也由不得自己呢那由的亏心就自己放下了，由不得自己那样的动作。现在再回想过来虽然事隔50多年那种的行动我真的到现在还是很清澈，记忆还新的。那自然呢，一直走到了这梦魂那就慢慢接近，变成了呢这个白云就慢慢的淡薄掉了中间呢就是一位呢全身白纱的一位很庄严的女人，那她呢就是在门口。那我就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他也已经进了里面，我由不得自己了，也是跪下去了。那都没有声音的动作，我就很自动的双手呢伸出去，跪下伸手。那个时候，那就是这一位很庄严的着白纱的，他手中呢葫芦那就是倒下了2颗药丸，那我就捧着这样的药丸很谨慎的就赶快呢，又是走到了一行路前就把药罐打开把这2颗药放下去，再回转身来呢，已经不见了，那就。这样的动作那样的药好像呢就给了母亲喝了，就这样醒过来，不是1天，第2天，第3天，3个夜晚呢，都是同一个点，同个动作，境界呢都如我们的摄影机把它摄下来，那一放再放都是一样的，所以让我的心一直都好像这个物件的铭刻在我的内心的记忆的内底。那个时候，
我就又扶起了求观音嘛。所以呢，就在观世音菩萨的前面，我发心，我立愿呐，只要妈妈不要开刀，能好起来，我愿意吃斋。所以啊，从那个时候我就受刑啦。所以受刑给恁看，我这当阵的受刑嘛，将近60年呢，这种60年的受刑啊，我还不是身体也不差你们呐。虽然呐，小时候就已经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了，不过呢，看来还不错吧。那应该呢，好在是受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受刑。也许呢，就是因为受刑呢，跟佛教呢越来越接近，越接近。1954年，上人的2弟罹患脑膜炎，上人在台中医院亲自照顾了8个月，看尽医院中的生老病死，对于医护人员的济世工作感到极为敬佩。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台中的医院，那一段时间我不是去当护士，也不是去当医生，是病人的家属。因为呢，我有一位弟弟，他是脑膜炎，在医院一住呢有8个月的时间。这8个月的时间，差不多都是我在照顾。在那里让我印象很深，应该也是我在这一生的生命中呢，为什么会走上了出家，而且呢，又要有医疗事业，又要有教育事业，可能呢，跟我那一段的时间也有一点的关系。那8个月的时间，让我印象最深的那一位医师，姓张，张医师。他身材很修长，而且穿的都是穿旗袍，外面呢就是穿了白袍，黑皮鞋。他是小儿科的医师，他说话呢轻声细语，而且他对家属就给家属有那一种的稳定感。他看到了病人因为那个时候的脑膜炎差不多2、3天要抽一次这龙骨水那个时候我的弟弟是7岁，他先跟小病人一番的玩耍。那小病人每一次看到了这位张医师来，他就会很开心，他一点都不怕。那尤其是要做这样动作，他都是会跟小病人很亲，而且呢，这小病人就会乖乖的听他的话，就躺下来，脚骨都人都给凹弯来，当然会哭啊，但是他哭的不是叫爸爸妈妈，他哭的就是叫医师医师。那这种的，让我真亲的那个感觉，那医病关系很亲。那在抽出来的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清的，有当时阵会落落那他一抽出来呢，他就会先给家属呢一个很安定的心。不要紧看起来今仔日这有进步，加较好。他就是那样微微的一笑，
很轻盈微微的一笑，好美啊！那种很有神圣、很有使命感，而且呢，那样的疼惜病人，那样的对家属的，让他有那种稳定感，的确呢，让我对医师很尊重，就是因为他。那当然，在那段时间跟护士也是很熟，在医院里呢，总会感觉到说，医院是在很紧张的一个场所里，但是医师好，护士好，就会带来了病患跟家属的稳定。这一段在医院中的经历，也影响了上人日后创办慈济医疗与教育事业。对于医护从业人员以及未来的准医师、准护士们，都希望大家除了医术的培养以外，更能有良好的形象与医德，不仅医病医人，也医心，守护病人的健康，更守护医病之间交流的爱心。随着年龄渐长，10多岁的上人也有3、5个好朋友，一起编织着少女的梦想。这段回忆，上人在2007年面对即将进入修行道路的准清修士之时，娓娓道来。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我们都很有少女时代的理想。我也有4个结拜姐妹，除了我以外还有3个。那么这3个结拜姐妹呢，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分享说啊，我们以后假如是永远都在一起，都不要结婚，找个地方来修行哦，好像这样的理想呢，大家都是共同一心啊，有这样的目标方向。没想到了，过了几年了，哇！第一个我也做伴娘，同样的陪了3个人，又做他的伴娘，又嫁出一个啦。再隔了1年，又是同样的，剩下2个人去做一个伴娘。最后的一个呢，那又嫁出去了哈，最小的哈也嫁出去了，剩下我这个老3的啊哈，那我就心里在想啊，就不甘愿呢，为什么呢？明明啊志同道合，为什么一个个的溜出去呢？但是呢，我就是这一生中啊，好像呢命中注定就是要走这一条路嘛。从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是呢有这样招人来哦，咱来同齐来去修行哦，但是到最后来呢，剩下一个，他们啊各有家庭，他们的家庭啊，为安为囝苦啊，所以我想一想，我到底呢，总是比他们幸福多了看，我有这么多的贴心的弟子啊，虽然我在我自己的心灵世界还是很孤单，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都是孤单的。本来啊，人人只有一个佛性，
这种清净的活性啊，就是没有那种的污染的情的缠无啦，无互什么款的情跟爱所缠住啦。好像呢，在成语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啦，这个在缠如来，因为人人心中啊都有一个如来的真如本性啊，但是呢，我们人人虽然具有，总是被烦恼缠住了，所以呢，这种在缠如来啦，还是永远被人这些情啊、爱恨情仇这样的绊住了，所以呢，就会还是加老人哈。那我呢，感觉到说没老人啦，因为呢，我还是呢没有这一种爱恨情仇来绊住我啊。那我该做的，我会很用心，这种是使命、责任。一天众生不净化，我永不休息。